一口三明治差点毁掉了出租车司机的一生，一具尸体从天而降，精准砸中他的车。但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是随后走出来的那位客人。麦克斯急忙向其求助，然而对方那一脸淡定的神情却让麦克斯瞬间意识到，这具尸体很可能就是客人所杀。You killed him. No, I shot him. Bullets in the fall killed him. 麦克斯听到这种鬼话，本打算跑路，不料客人竟朝他亮出手枪，威胁他把尸体抬进后备箱。随后两人又用矿泉水把车顶的血液清洗干净。麦克斯提议让客人把车开走，他保证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结果不出意外的遭到拒绝。可就在两人去找第二个目标人物的途中，惊慌失措的麦克斯等完红灯后竟忘记启动轿车，最后还是在客人不停的催促下，他才回过神继续开车。殊不知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将会彻底刷新他的三观。原来客人名叫文森特，是史上最帅的银发西装杀手。才出机场，他就和还有头发的同伙郭达撞个满怀。两人简单互相问候几句后，便心照不宣地拿走对方的手提箱，里面装着的正是文森特将要暗杀的几个目标人物。与此同时，洛杉矶的一家普通出租车公司内，负责开晚班车的麦克斯和往常一样，在开车前先把车内擦得干干净净，接着测试轿车的各项功能是否完好，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他还会把一张马尔代夫的照片塞在遮阳板上，那里是他一直梦想去度假的地方。每当遇到让他烦心的乘客时，麦克斯只需看几眼照片，就会瞬间忘掉工作带来的烦恼。等两名乘客离开后，麦克斯留意到街边有个不停在打电话的女孩，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对方一定是在等出租车。果然，当他把车倒退到女孩身旁后，安妮随即打开车门坐了进去。为尽早赶回公司，他还为麦克斯指明最优路线，没成想麦克斯却反驳说他的路线规划有问题，其实还有一条更快的路线。可安妮根本不信，为此两人居然互相争执起来。最后安妮决定和麦克斯打赌，如果他的路线没想象中那么快，就免自己的车费。麦克斯果断答应，而且毫不意外地赢了，这让安妮不禁对其有几分好感，毕竟他还是第一次遇见主动给顾客省钱的司机。而更让他惊讶的是，麦克斯仅凭他的装束以及要去的地点就推测出他检察官的身份，如此惊人的观察力让安妮折服，于是两人便热情地攀谈起来。麦克斯也在不知不觉间对安妮一见钟情，因此在得知安妮正在为明天开庭的案子发愁时，他竟把那张珍贵的马尔代夫照片送给对方，希望能有助于缓解他的压力。等安妮下车后，麦克斯很懊恼自己没勇气开口要她的联系方式，没成想安妮竟去而复返，还主动把自己的名片送给他。看着再次匆忙离开的安妮，麦克斯激动得忍不住笑出声来。就在他把名片塞进遮阳板上时，西装革履的银发杀手文森特恰巧就是他的下一个乘客。当文森特说出自己将要去的地点后，麦克斯便替他规划好最佳路线，还说只需要7分钟。文森特显然不相信麦克斯的专业性，甚至还拿出平板计时。这种异常较真的举动让麦克斯一眼看出他绝不可能是本地人。本就善于交谈的文森特并没有否认，还表示他一点也不喜欢洛杉矶这座城市，只因这里虽然是世界5大经济中心之一，可惜人情淡薄。 I read about this guy gets on the MTA here, dies. 6 hours he's riding the subway before anybody notices his corpse doing laps around LA, people on and off sitting next to him. Nobody notices. 文森特抱怨完后，又忍不住夸奖麦克斯的出租车干净整洁，远胜别人的出租车。尤其是当他们抵达地点后，居然不多不少，刚好7分钟。麦克斯这种精湛的专业水准让文森特非常佩服，因此他决定出$600包下麦克斯的出租车，还说如果他能带自己见完剩下的4名客户，还会多给100块。这个价钱足以抵得上麦克斯2个晚上的酬劳。于是他果断收下1半的定金，殊不知这个决定将会让他陷入九死一生的境地。当他将文森特送到第一个目的地后，便拿出一本豪车杂志，翻看里面的各种豪华轿车。一直以来，麦克斯都想攒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豪华轿车，可他还没欣赏几页杂志，一具尸体便从天而降，紧接着便发生了开头那一幕。为缓解麦克斯的紧张情绪，文森特突然询问他是否知道卢旺达。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直言那里每天都会死成千上万人，可麦克斯却从未对此感到过悲伤。而眼下他不过是杀掉一个平凡的洛杉矶人，对方甚至还是一名罪犯，所以麦克斯根本没必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听完文森特的诡辩论，麦克斯只能强迫自己相信他说的都是对的。当麦克斯将出租车停在一个小巷子里后，文森特便在电脑上确认地址是否正确，接着便来到前座，用扎带将麦克斯的双手绑在方向盘上，以此防止他趁机逃走。而当文森特上楼后，麦克斯便开始大声呼救，还不停地按喇叭，试图引起别人注意。但正如文森特所说的那样，洛杉矶是一座冷漠的城市。2个年轻人只是看了他一眼就离开。后面的长发男在确认他的确被绑起来后，居然掏出手枪趁火打劫，不仅拿走麦克斯的钱包，还顺走文森特放在后座的手提箱。
结果他还没和同伴走出几步远，就被执行完暗杀任务的文森特撞见。文森特好心提醒两人那是他的手提箱，谁知长发男竟想再抢一次。What else you got for me? Huh? 轻松击毙2个混混后，文森特便拎着手提箱回到车里。他先归还麦克斯的钱包，然后再用刀切断扎带。等麦克斯把车开到加油站加油时，他则站在一旁警告麦克斯别再试图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样只会害死更多的人。看着情绪越发低落的麦克斯，文森特似乎有些心有不忍，便提议请他去附近的爵士酒吧喝酒。虽然麦克斯并不喜欢听爵士乐，但他此刻根本没勇气拒绝文森特的邀请。与此同时，警察背头哥已经赶到第一个案发现场。原来这名死者表面是黑帮成员，实际上却是警方安插在黑帮丧彪身旁的线人。现场除了满地的碎玻璃和刹车痕迹，再没有其他线索。不过很快楼上的同事就给他扔下一枚弹壳，这说明线人家里曾发生过枪击。紧接着他们又从附近邻居那里查到，案发时楼下曾停着出租车，车内还有2个男人。背头哥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禁想到一起出租车司机连杀3人最后自杀的案件。当时大部分人都觉得司机是疯了，但也有人认为司机生前没有任何精神疾病，怀疑是有人嫁祸给无辜的司机。遗憾的是，至今没人找到证明司机无罪的证据。此刻正坐在酒吧里听爵士乐演奏的麦克斯还没有意识到他即将变成下一个司机杀手，而一旁的文森特不停地夸赞小号手水平高超，在得知对方是酒吧老板后，更是慷慨地给服务生一笔小费，委托他把老板请过来聊音乐。健谈的老板随即对他们俩讲起自己年轻时曾有幸和爵士乐明星迈尔斯一起演奏的经历。文森特听得津津有味，甚至还有几分羡慕，于是开口说今后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给丧彪听。听到丧彪这个名字，酒吧老板顿时脸色一变。麦克斯见状也终于明白文森特根本不是来听音乐的，因为酒吧老板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麦克斯极力劝阻文森特饶过老板一命，毕竟他们俩刚刚还相谈甚欢。文森特欣然同意，条件是对方必须回答出一个关于爵士乐的问题。随后他便问迈尔斯是在哪里学的音乐。关于迈尔斯的生平，酒吧老板简直可以说是如数家珍。只不过他还没来得及说完正确答案，文森特就用消音手枪将他爆头。这一举动也让麦克斯意识到文森特并不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因此离开酒吧后，他再次提出让对方放自己离开，结果文森特却把他暴打一顿，并直言他已经没有选择。谁知就在这时，出租车内的对讲机却响了起来。原来麦克斯的母亲见儿子今天没来看自己，便一直在给公司打电话询问缘由，而文森特也担心老人家报警惹来麻烦，便威胁麦克斯带着他前往医院看望母亲。让麦克斯意外的是，这个冷血杀手刚到医院就给他母亲买了一束花。在乘坐电梯的时候，他还会主动帮陌生人按下要去的楼层，甚至还询问对方今晚过得怎么样。只不过文森特并不知道，眼前这人就是正在追查他的警员背头哥。当两人来到麦克斯母亲的病房后，文森特便放下手提箱，热情地和老人家攀谈起来。一旁的麦克斯既不想让母亲和杀人犯交流，更不愿继续做对方的帮凶，于是便趁他不备抢走地上的手提箱，然后沿着楼梯朝楼下跑去。麦克斯一口气跑到过街天桥，发现文森特仍旧紧跟在自己身后。他干脆心一横，将手提箱直接扔到地面，箱子连同里面的电脑瞬间被路过的车辆撞得稀巴烂。文森特顿时暴怒不已，因为剩下的2个目标人物的资料都在电脑里面。与此同时，前往医院停尸间的背头哥原本是打算寻找线人的尸体，却意外发现刚刚被送进来的3具男尸都是死于同一种开枪手法，他们显然是死在文森特手里。而更让背头哥感到惊讶的是，其中一名死者竟是线人的辩护律师，这让他意识到线人的失踪绝不是偶然事件，且极有可能和丧彪有关。于是他立刻打电话将这一情况告诉同事，并对丧彪所在的酒吧进行监控。而此时麦克斯和文森特也正前往那家酒吧，打算重新拷贝一份目标人物的资料。由于文森特从不和雇主见面，所以他便要求麦克斯假扮自己，这几乎是个必死的任务。但麦克斯根本别无选择，因为一旦他拒绝文森特，对方就很可能会杀了他的母亲。因此麦克斯只能打着文森特的名号进入酒吧，然后大摇大摆地来到黑帮老大丧彪面前，讨要剩下的2个目标人物的信息。虽然他已经尽量在模仿文森特的行事风格，并成功让丧彪拷贝好资料，却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引起怀疑。于是等麦克斯离开后，丧彪就安排手下跟踪，并表示一旦发现异常就杀人灭口。而这时背头哥也来到警方在酒吧附近的据点，并从监控中看到那辆被砸碎车顶的出租车。随后警方还通过麦克斯和酒吧安保的交谈的监控画面，以及2人交谈的语音，得到了麦克斯自称自己就是文森特这一重要线索。就在大家以为麦克斯就是杀人凶手时，背头哥却发现出租车内似乎还坐着一个人。此刻麦克斯已经带着拷贝文件回到车内，文森特随即将文件打开，得知下一个目标人物是个韩国人，
此时正在一家夜总会里。等两人离开后，警方也开始做出行动部署，打算跟在出租车后面救出目标，顺便找机会将司机击毙。但背头哥始终认为司机很可能是无辜的，可惜他的上级并不相信，还说那是顶级杀手的伪装。没过多久，洛杉矶警察还有丧彪的手下全都跟着麦克斯来到这家夜总会。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文森特布下的圈套，目的就是让麦克斯帮他吸引所有人的注意，这样他才能一边解决韩国人的保镖，一边悄无声息地朝对方靠近。其他的韩国保镖很快就察觉到情况不妙，可他们错把最显眼的警察当成反击目标，双方随即展开枪战。丧彪的手下见行动暴露，本打算杀掉麦克斯灭口，不料刚把枪口对准麦克斯，就被文森特反杀，而这一举动也引起其他保镖的注意。随后几名韩国人一起将文森特围住，接着用短棍打掉他的手枪。文森特见状，直接拿出匕首扎在其中一人腿上，瞬间摆脱束缚，又抢过对方的短棍将他打倒在地。之后文森特继续乘胜追击，他先是捡起地上的手枪解决掉对面的保镖，而后找到目标人物顺利将他击毙。此时警察背头哥也在混战中找到麦克斯，确认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司机后，背头哥决定救下这个无辜市民。只是两人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刚从夜总会逃出来，文森特便开枪将背头哥击毙，随后把麦克斯拉上车一起逃命。最让麦克斯无法忍受的是，文森特居然还说自己救了他一命，殊不知他打死的背头哥很可能是唯一一个相信麦克斯是无辜的人。可文森特并不在乎，他现在只想完成最后一单任务。愤怒的麦克斯斥责他是个没有良知的人渣，而文森特嘲讽麦克斯是个唯唯诺诺的懦夫，明明做梦都想买豪车，却宁肯开12年出租也不敢付定金，碰到心仪的女孩连打电话的勇气都没有，活该一辈子受人摆布。文森特的话正巧戳中麦克斯的痛处，因此麦克斯当即决定就从文森特开始反抗命运。紧接着他一脚油门撞上路障，出租车连翻几个跟头才停下来。此时文森特本打算对麦克斯痛下杀手，不料不远处有警察赶来，他只能先行离开。而警察帮麦克斯叫来救护车后，便去检查破损的出租车。很快警察就发现藏在后备箱里的尸体，于是立即将麦克斯控制住，并准备将他铐起来。而这时麦克斯也发现文森特最后一个目标居然是他心仪的女孩安妮。为了救出对方，麦克斯反手将警员摔倒在地，然后捡起文森特掉在地上的手枪，将警员铐在车上，接着一路朝安妮所在的办公楼上跑去。途中他还抢来路人的手机，但由于在附近根本没有信号，麦克斯直到抵达办公楼下后才打通安妮的电话。而此刻文森特已经先一步进入大楼，万幸的是安妮在最后一刻终于接通电话。一开始安妮并不相信有人会来杀自己，直到麦克斯说出丧彪的名字。原来安妮明天将要出庭的正是控诉丧彪的案子，如今4个证人都已经被杀，只剩下安妮还活着。就在这时，文森特已经持枪一脚踹开安妮的办公室，没成想里面竟空无一人。原来安妮正在16楼的图书馆查阅资料，而文森特也发现16楼电话显示正在通话中，因此他轻而易举地猜到安妮的下落。此时站在楼下的麦克斯本打算将这一情况告诉安妮，偏偏他抢来的手机竟在这时候没电了，于是他只能继续朝办公楼狂奔。而安妮本打算拨打报警电话，哪知刚接通，文森特就用斧头破坏了整层楼的电路。安妮顿时明白麦克斯口中的杀手已经闯进来了，他准备偷偷离开，就看到文森特的人影出现在对面，吓得他急忙躲了起来。安妮本打算在漆黑图书馆里趴在地上悄悄溜走，不料竟还是被文森特发现踪迹。正当文森特准备开枪时，麦克斯终于及时追了上来，并且毫不犹豫地朝文森特开枪。他知道以自己的枪法根本无法将文森特打成重伤，只能带着安妮继续逃命。等两人坐电梯来到楼下后，文森特没有选择跑出大楼，而是继续下楼乘坐地铁。结果文森特居然和麦克斯做出一模一样的决定。而当他抵达地铁站后，恰好有2辆地铁同时进站。文森特犹豫许久，直到地铁即将离开后，他才朝正前方的地铁纵身一跃，跳到车尾，然后从最后一节车厢开始寻找2人的下落。果然这次文森特又赌对了，麦克斯和安妮2人果真躲在这辆地铁里。看到文森特朝自己赶来后，2人则朝车头跑去。好不容易等到地铁再次停下来，文森特却抢先一步走出车厢，并拿枪指着车头的方向。麦克斯2人见状根本不敢冒头，只能眼睁睁看着车门再次关闭。I do this for a living. 麦克斯明白文森特除非是死，否则绝不可能放弃任务，因此他鼓起勇气站在门口和文森特隔门互射，直到双方都打空弹夹。文森特本打算继续换弹夹，没成想却没拿稳，掉在地上。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中弹了。随后他侧过身坐在座位上，不禁想起2人刚见面时曾说过有人死在地铁，结果却无人问津的新闻。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面临这样的结局，没想到却一语成谶，就此结束自己的一生。
当地铁到达终点站后，麦克斯便带着安妮离开，还贴心地将自己的外套披在对方身上。这座城市虽然冷漠，但总归有像麦克斯这样愿意给予他人温暖的人。这部迈克尔曼执导的《借刀杀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120分钟完成了一场关于生存哲学的辩论。文森特与麦克斯的博弈，本质上是两种存在方式的对抗，前者将暴力视为职业，后者则将其视为对尊严的捍卫。当麦克斯在片尾说出"这是我的车"时，迈克尔曼终于给出了答案。在充满疏离的现代都市，唯有坚守人性底线，才能在黑暗中杀出一条生路。